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超社新出的这款大力神的清扫机，盒子依旧是沿用之前的那种峰会印在了侧面啊。好，这些就是盒子里边的全部内容了。哦，这一回这个手臂就是直接替换的，哇，整个的一条小臂啊，连带大枪。哎呀，我的天哪！配件有一个塑料电镀金色的喇叭。这个也是在86大电影里边红猪加冕时候用的，一颗更机械化的脑袋，直接插拔就能替换。另外还有一个后脑勺加天灵盖，这个应该是队长铲土机的替换脑袋啊，后脑勺这里可以打开。一张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但是这一回里边并不会带说明书了，现在说明书取消了，直接用扫码观看视频便行。我们先来看玩具的人形，对比一下动画片里边的样子啊。其实叉社对于这些动画片里边的角色还原度、元素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胸口这一块用了非常闪亮的电镀零件，哎，这个质感看起来又有老记忆玩具加入了合金以后的那种质感，这个相当于一个指纹收集器了。其他方面，身材的造型比例，甚至于这个脚的大小啊，其实都跟老动画里边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相似。哎，这一回我觉得就单体的人形来说，叉社的拿捏还是非常不错的。后背的造型来看，这些元素做的也是不错的，但是这根挖掘机的机械臂就没有办法做到动画片里边那种质量转换技术的放大缩小了。不过目前看起来嘛，其实这个样子已经很接近了。来看细节，这颗头雕是更像动画片里边那种圆润的感觉，另外一个更加的机械化，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进行更换。脸整个上的银漆，眼睛是红色的电镀，头部360度旋转，点头抬头都有不错的幅度。肩膀里边是一个合金的关节，平举，举的幅度也挺大的，360度旋转，并没有齿轮关节，但是这个松紧度还可以。二头肌左右旋转，胳膊肘屈臂，双段关节折叠起来，幅度也非常的大。中间的这一块是一个合金，手腕左右旋转，可以向上这样翻开，但下三指是连接在一起的，并不是全可动手。腰部左右可以旋转，还是一个挺大的幅度啊。当然，如果你想要达到360度呢，把后边的这片板子稍微的翘起来，也是可以转过来的。它胸口下方的这一大坨是合金上的电镀。中间的这些是塑料的零件。胯部前踢，齿轮关节90度踢平；后踢的话，大概50-60度的样子。侧抬稍微边缘会阻挡一些。大腿根部360度可以旋转。膝盖位置这里设计了2段齿轮关节，很密集的小齿牙，不会有虚位，而且这个声音还挺好听的，挺爽的。合金的脚丫子左右可以接地，整脚的这种位置啊，但是这一块的卡扣啊插的不是老紧的，中间的这个杆子就是挺容易松脱开。虽然这里边有2项的插扣啊，可以把它跟这样固定起来，但是你在活动脚踝的时候还是很容易把它碰开。那我们也是准备进入这款清扫机的变形过程。让我很意外的是，这竟然是叉社如今的设计啊！第一步，把拳头收纳好，主要是大拇指这一块的叠放位置，尽量把它拼方了。然后往上旋转一个90度，把手背儿冲前，这个角度刚刚好，就能把它缩进去了。其实也缩不到底啊，外边这里还露着一个指节。就这个样子可以了。翻到后背来，我们把这个钩子整个的拉开，上方这里有一个咬合的扣子，把它扣上。背后这里的盖子顺着根部拆一下里边插扣的点，把这里撬开。注意先拆这2个扣子啊，把这儿拆开以后，根部的这块黑色的零件翻转180度，然后下方这里再拆开，这儿也有2个插点啊。把这里全部的拉松，肩膀的位置整个拨开，中间夹层的位置还有一个插扣，把这里全部撬松，然后胸甲侧面的这条缝隙，这里边的扣子卸松，拨出来，这块拆开之后，顺着里边旋转一下，把它向前弯折，接着延展。把里边的这一块折出来，摊开，这里边有锁的钩子，把它钉上，
然后顺着这一块角度进行旋转，斜着的这一面拼齐。接着我们把腰部稍微的旋转一个90度，腾开这后边的一些空间。我们把这一块整个的拧个180度，面冲下。接着手臂回归，在这一块90度转上来以后，发现大臂这儿有一个缺口，向内旋转一下，翻转180度，这一块是卡在轴的这个空间里边定位。好，把后边的扣子插合连接在一起。这个时候前方的盖子双关节搓回来，上面的扣子结合，就可以把指头全部的挡住了。现在就可以顺着腰部前方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弯腰关节的。刚才展示可动的时候还忘说了，它的弯腰幅度会非常的大，整个撇下来一个90度。那这个样子的时候，掏出来里边的这块挡轴零件。在根部这里有转轴而且是有一个滑道的，往上顶一下，它才能正常的旋转翻出，把这一块卡出来，再折平，打开这2块的盖子，先翘起来，往下弯折，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归小臂，转过来之后填补住中间的空洞。这里边的插槽固定结合，好，然后这一片倒腾到里面去，顺着这里边盖住前方的这2个窟窿，拉出来这个位置，脑袋往后旋转一个90度，跟这样立起来，然后再横着转90度。它脑袋是横着这样翻折放进去的，不然这个空间是不够的。看一下这回的处理效果，边缘这里有2个带凸点的造型，我们把它翻转180度。驾驶舱侧面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开门结构的，把这个门的下半个折出来。最后背包的这片盖子旋转180度，拧到这面来，方的一面对方的，后边露着2个空槽的盖这俩斜坡。里边有多段的活动关节，往下压一压，把里边的扣子全部结合到位。然后车门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驾驶室作为了前方的操作面板，门就可以从后往前这样关上。顺着这一块的根部翻转下来，它里边其实是2层的板子，我们把第1层板子折进去，第2层板子降下来。一会儿露出这2个插孔结合脚丫子，现在就可以把腰部旋转90度摆到正确的角度上，然后顺着胯部左右拉开，解锁。腿部的变形非常简单后背的这一条盖板套上去，把履带拼齐，然后也是把腿部的活动关节锁上，脚踝往内折叠。注意脚底下这里有一块合金的板子，90度被打出来。接着旋转的过程中，这一块的转轴再向上提个大概70-80度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斜着的扣子，就可以把这个轴固定上了。另外的一侧也是打起来，往内折叠，往上旋转，插住。好，这个时候2个脚丫子中间的扣子结合，再往上盖的时候，前裙甲撩起来，顺着齿轮关节折下来。现在需要结合的是上2个拼在一起的，插到刚才的洞里，左右有2个燕尾锁，同时的进行锁定。最后的包裹完整性还是非常不错的，360度旋转，上边的这一块没有任何暴露的空间。底盘来看也是拼得整整齐齐的。履带虽然不能滚动吧，但是下方有2个辅助的导轮，所以还是可以进行推车的。机械臂的根部这里是齿轮关节活动，并且这里边是合金轴的液压支柱，真实的活动性。上方的这一段里边也是合金棍子的液压杆。包括前方这一块的运作，这个细节做得很漂亮
可同样也很可惜，上边的这半拉是不能左右进行旋转的，因为前边的这一块紫色面板把它完全的锁定死了。其实这次叉社的清扫机做得很好一点啊，它是把这个履带做到了靠前的一个位置啊，机台往后了。哎，这个造型其实是对的。但是呢，正面的这一块又缺少了 G1 造型上边的那个连接的转盘，以及一些其他的造型。斜后方来看，大概的元素也都能还原到位，并且这一块其实的遮盖完整性是非常好的，填补的满满当当，把该遮的窟窿都给遮了起来。相对来说，还是那句话，如果它不涉及到一个合体的造型的话，那这一款其实真的两个形态我觉得都挺满意了。但合体就要上一根完整的手臂，它身上没有任何的合体零件，纯粹是靠套上去的，这个就太作弊了，这玩意儿。组合前的第一步还是把这一块收起来，哎，这个时候前方这里就要拆一下了，注意这一块拆的时候挺紧的一个插扣，把这两个豆折起来，下方这里边的燕尾锁拨开。拔出来之后啊，让这一块继续往上折，这个小盖板再拉下来，中间这里还有插扣啊，就是换了一个锁定的位置，目的呢也是为了让它能和后边这里连接起来插住。好，这块顶上去，燕尾锁再卡回来，那准备工作就完成了。上边的这一块我们可以拆开，哎，变成这样的一个挖钩造型。接着我们把履带稍微的张开一些角度，就从这里边钻过去。哎，原先在载具形态下缺失了的这个绿色带桩子的造型啊，这回做在了连接的手臂上边。注意一下履带中间的造型零件，我们把它都让进去。后方这里的插扣先全部的固定上，哎，枪掉了，一会儿再握。然后左右履带中间这里有很多的卡子，同时的夹合，把它插住。夹紧了之后还是非常结实的，这个锁定的相当的靠谱了。合体的关节在这里，通过齿轮把这块的肩膀可以拉出来一些。另外还带了大枪，可以直接握在手里了。哎。造型来说吧，其实还是挺好看的，而且密合的完整性都很好。但要说这个合体的过程，真的太作弊了。而且这玩意儿明明的就是一条手臂，整个的套上去了，确实估计到后来这一块也变不成点啥了，这个过分了呀！也是为了保证这个造型合体形态的一个完整性吧。正好我们也是拿出 FT 的这一条清扫机的手臂来对比一下吧。颜色方面对比叉社的这个整个是翠绿的 ，FT 的这个是稍微偏一点黄色的果绿。但整体的一个造型来看，其实 FT 整体的这条胳膊从大臂到小臂都是要比叉社的这个更粗壮一些的。上边这一块的机头就很大嘛，下边的这条小臂 FT 直接是用履带折叠，然后套了一个套袖装上去的。但至少 FT 这套袖叠吧叠吧还能装在身体里边，虽然不算是一体变形，但也算是能把它的收纳起来有一个空间。但叉社这整个替换一条小臂的做法确实很作弊。不过换来的是造型可以做得更加秀气，它也有更多的空间去做这一款清扫机的本体。反正最后合体的东西就交给配件来处理嘛，也是能保证下来最后组合的一个秀气的程度、还原度的一些比例效果和单体人形载具的一个美观度。FT 呢更加的注重照顾3个形态的东西啊，包括它这一块做了假的履带，也要从身体里边折出来，所以变形来说相对会更加复杂一些，也是为了3形态兼顾下来做的一些迁就。那么大家感觉叉社这一次清扫机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